我本是一天一个小目标的富豪，却在风光时拖了一起家底。靠着上一世的经验，为身价数十亿的老总画了一张设计图。当大嘴哥拿着我的设计图去交差时，却是被拆穿设计图并非出自他之手。整个设计图只有你拿来的部分我喜欢，但你所说的每一个设计都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如果你的构想就是这样，那真是白瞎了这个设计图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公司的设计我不满意，告辞。钟树荣赶忙拉住要走的葛清泉。小唐，你搞什么鬼？设计的这么好，怎么讲出来的一点新意都没有？唐明海心里苦得很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道：其实这个设计图是我一个朋友画出来的，但他不是公司的人，所以……钟树荣气得不行。既然是人家设计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你朋友喊来，和葛总解释清楚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听到设计师另有其人，葛清泉勉强同意再等一会。见唐明海脸色难看，唐仲威不禁忐忑：哥，是不是老板骂你了？真对不起，叶枫他只是想帮你忙，而且也是我主动让他帮忙的，真不怪他。他解释的越多，唐明海脸色就越难看。老板说让叶枫过去解释设计图啊！叶枫也早就料到唐明海解释不清楚设计。没事的，我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出了家门，唐明海叮嘱道：一会把你的设计理念和葛总说清楚，记住了，葛总是个很高傲的人，如果他说什么难听的话，你也别当面反呛，这可是上千万的大单，能搞定，我会给你一部分好处。到了公司，葛清泉早就有些不耐烦了。这代表什么？瀑布。不光葛清泉愣了下，其他人也愣住了。瀑布。国人对风水很讲究，葛总的年龄应该对这个也是很在意的，所以在整个设计中会在花园里做出一份人工溪水，就是空白没来及画出来的那部分。叶枫的解释下，葛清泉眼睛发亮，他要的奢华感就是这种。那这里呢？这里是楼梯，采用力学设计，看似没有支撑点，实际上是依靠自身的重力达到各方面的平衡。葛清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抛出来，越问他就越兴奋。葛清泉十分满意的拍着叶枫的肩膀：你的设计我很满意，如果最终效果能和你说的一样，我愿意追加100万，不，给你个人200万的奖金。唐明海在一旁听的眼睛都直了。我他妈累死累活1年下来也就赚个180万，这家伙仅拿出一份设计图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不过我建议葛总现在不要签约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吃个大亏。葛清泉一怔，唐明海更是心头一跳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葛清泉摆摆手，不用急，我想听听这位小兄弟为什么建议我不要签约。我不光是建议你不要签约，还建议你把房子退掉。没有理会唐明海不断给自己使眼色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栋别墅应该是别人抵账给葛总的吧？葛清泉愣了下，心里的兴趣更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知道您本身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，这栋小区不是您建的，从来没有种菜的还跑去别人家买萝卜的道理。葛清泉哈哈笑起来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如果不是非常的便宜，想必葛总也不会同意用来抵账。但您想过没有，对方为什么会愿意用低价抵账？这栋别墅的市场价值过亿，我猜他能抵账的数额不超过3000万。葛清泉听得眉头微皱，旁边的钟树荣顿时急坏了，疯狂冲唐明海使眼色。抵账给我的是圈内一个朋友，按道理来说不会坑我，但我对你有种莫名其妙的信心，这是我会让人查一查，如果真查出问题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，但如果没查出问题，你可是要负责的。叶枫淡然一笑，您尽管去查，直接告诉我，您会庆幸今天来这里的。这套别墅可是前世长久不衰的八卦坛子，没想到竟然被我遇到了。葛清泉拿出手机给下人拨了过去，而唐明海则是把叶枫拉出办公室。你搞什么鬼？人家都要签约了，你突然来一句让他不要签约，故意坑我吗？叶枫皱起眉头，你就不能信我一回？只要葛总查出来真相，对你是有好处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本来还想着你走纸运能帮我把这单签下来，结果你却想着要坑我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走了。唐明海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惹出麻烦来就想走，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今天这事如果搞不定，你必须和薇薇离婚，还有你1分钱都别想要。叶枫算是看明白了，唐明海是想借机要挟他离婚。好，如果我判断错了，回去我就和他离婚，但如果我对了呢？唐明海嗤笑出声，对了，你要是对，我给你磕头认错，人家那都是身价几十亿上百亿的大老板，你何德何能去判断人家的对错？你别管我何德何能，如果我对了，也不用你磕头认错，以后见了我低调一点，老老实实喊一声妹夫。唐明海当即答应了下来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快来啊，葛总找您呢。唐明海下意识感到不妙。钟总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还能是什么？叶先生真是太牛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那栋别墅真出问题了。唐明海顿觉两眼发黑，脑袋都要晕了。叶先生的判断太准确了，我让人查了下，还真查出一些事情来。那栋别墅已经抵押给了好几家地方银行，如果我把这栋别墅接手过来，以后不知道要有多少麻烦。葛总说的没错，我从来没见过像叶先生这样，仅凭一点蛛丝马迹就能做出精准判断的人，简直是神了。小唐啊，你这朋友真是不得了，以后肯定是人中龙凤，注定要飞黄腾达啊。钟总这话说的，要我说，叶先生现在也是人中龙凤。唐明海在两人一唱一和的夸奖下，脸色都发白了。等会我要去处理这栋别墅的事情，就不多待了。钟总，你把合同拿过来，就按我之前说的，
无论我什么时候装修，这一单现在就签，我马上打钱过来，预付款300万。钟树荣高兴的不行，300万，这可是不退的定金啊！哈哈哈哈！叶先生，你也提供一下账户吧，你这一句提醒，给我免了上亿的大麻烦。我也不说别的，除了之前说过的200万奖金，我现在多给你300万当做感谢费。唐明海在一旁听的心情无比复杂。感谢费就算了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只是顺嘴这么一提而已。对了，是运气好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葛清泉眼里的欣赏之色更浓了几分。能问一下，叶先生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吗？我的房地产公司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如果叶先生愿意，我可以出比你现在收入高2倍的价格。叶枫露出歉意的表情。葛总的万顺地产大名鼎鼎，实力自然不用多说，但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主要是帮老婆卖水果，设计也只是顺手帮一下忙而已。至于以后，应该也不会走设计这条路。原来如此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我公司的大门永远向叶先生敞开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另外以后如果有需要叶先生帮忙设计的，无论房屋大小，设计费最低200万，上不封顶。唐明海听得头晕目眩，在看向叶枫的时候，心里忽然有种自卑感。帮葛总设计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我并不是设计师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和这位唐设计师联系。他是我大舅子。葛清泉一怔，随后露出笑容。原来如此，都是一家人啊。我说呢，那以后我的装修设计就拜托唐设计师和叶先生了。唐明海心下又是愧疚又是感激。葛清泉离开后，钟树荣拉着唐明海：“你有这么厉害的妹夫，怎么不早说？想想办法把他拉咱们公司来，我可以给他设计总监的职务，年薪100万起步。”车里看着唐明海久久没有发动汽车，不回去吗？你什么时候学的设计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唐明海略微犹豫了下。钟总说，如果你愿意来公司，可以给你设计总监的职务，年薪100万起步。我对设计没有太大的兴趣，还是算了吧。他的拒绝并不出唐明海的预料。哥，怎么了？客户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我替叶枫向他道歉，如果需要赔偿的话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客户挺满意的。唐明海表情也略微有些尴尬。他说的没错，客户的却挺满意的，已经签单了。唐仲威这才稍微松了口气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把菜热一热，你先吃点。我还有点别的事情，下次再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吃顿饭再走吧。在唐仲威惊愕的注视下，唐明海竟然迟疑的点头。那行吧，那什么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唐明海率先进屋缓解尴尬。大哥怎么突然这么听你的话？可能他想明白了，发现我的优秀之处吧。诺诺刚已经吃过去休息了。哥，这些都是叶枫做的，很好吃，你尝尝。唐明海夹起菜放进嘴里，讶然的看向唐仲威。都是他做的。对呀，好吃吧？我也是刚知道他这么会做菜。叶枫拿起杯子。以后我不喝酒了，今天以茶代酒，碰一杯吧。以前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，在这里我向你道歉了。唐明海忽然觉得有点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。哥，唐明海回过神来，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碰杯。我知道以前确实很混蛋，你看不起我是正常的，我也不说让你立刻改变看法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看我表现，倘若我还是一如既往，离婚的事情你说了算，但我可以保证你不会有这个机会。什么离婚的事情？你个八蛋，害我女儿还不够，还要害死我孙女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以前我确实很混蛋，你看不起我是正常的，我也不说让你立刻改变看法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看我表现，倘若我还是一如既往，离婚的事情你说了算，但我可以保证你不会有这个机会。什么离婚的事情？唐明海有些尴尬。没什么，大哥也是在激励我而已。以前我就是因为太缺少压力了，才会不积极，现在压力有了，自然会努力一些，这是好事情。唐仲威看着自己的哥哥，沉下脸来。我说你怎么会好端端跑来？原来是让我和他离婚的。微微，哥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我也要告诉你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叶枫以前是不怎么样，可他是我丈夫。如果你是为了这种事情才来我家，那么请现在就离开，以后也不欢迎你再来。唐明海听得一脸苦笑。我承认今天说话的确有点鲁莽了，那还不是看爸妈整天因为你的事情唉声叹气，心里烦躁吗？行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自罚一杯。因为这件事情导致饭局的氛围并不融洽，饭后阻止了要去送唐明海的叶枫。他都让你和老婆离婚了，你还想去送他？什么时候心胸这么宽广了？这样不太好吧？怎么说也是自家人。唐仲威一脸古怪的看着他。如果不是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真怀疑现在站在这的到底是不是我丈夫。叶枫心头一跳，干笑一声。以前小心眼，现在想开了吗？就变了。变你个头！一向柔弱的唐仲威突然强势了几分。反正我不管他和你说了什么，总之一句话，想和我离婚，除非我死了。他坚定不移的样子让叶枫心里发颤。你就不怕我再变回去吗？也许离开我可以找到更好的。唐仲威看着他，忽然上前搂住丈夫。其实我知道你在心里一直有很大的压力，谁愿意整天被人嫌弃呢？你只是怀才不遇而已，你也是我唐仲威的老公，未来我们或许未必会有很多钱，也未必能过得多幸福，但这辈子我只跟你。唐仲威轻柔的话语让叶枫眼眶发红，鼻头发酸。我会让你幸福，让你知道自己没嫁错人。此时的唐明海已经回到家中。怎么样了？那小子答应了没有？什么时候离？
唐明海摇摇头，估计短时间内不会离的。不离？你没跟他说会给他钱，连房子都给他吗？唐明海苦笑，都说了，可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些。不在乎？他有什么资格不在乎？当初如果不是我给他买房子，现在他还得住出租屋呢。怎么的？几十万现金，价值上百万的房子他不要，还想要什么？就是啊，这小子胃口也太大了吧，这都不满足。唐明海心里苦涩，爸妈，我觉得这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其实叶枫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，但本事还是有点的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听得愣住，你们不知道，今天他帮我画了个设计图，让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总看上，当场就要给他几百万的好处费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1分钱都没要。宋月如一脸怀疑的看着儿子，是不是微微又求你了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突然替叶枫说好话？明海，虽然你妹妹不长脑子，瞎着眼睛挑男人，可她终究是你妹妹。就算她现在再怎么可怜，那都是自找的。你如果真想帮她，就应该让她尽早离婚，而不是因为她说2句求情的话，就昧着良心在这撒谎骗我们。唐明海苦笑，我没撒谎，这事是真的。行了行了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我亲自去。如果她还是不答应，我就当场和她断绝父女关系。唐明海连忙拉住他，不断的冲宋月如使眼色。算了算了，你先消消气，微微她就是一时糊涂，也可能觉得下不来台。这样，过2天我去找她再说说。说，一天到晚的搞这些糟心事，就叶枫那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不抓紧离婚，等着让人看多久的笑话，他就不嫌丢人吗？老唐家的愤怒，叶枫并不清楚。叶枫和唐仲威就这样每天在菜市场卖水果，仅仅1周左右，唐仲威的银行卡里就多了1万余元的存款。这天，在家里梳理接下来赚钱计划的叶枫接到唐仲威的电话，快去医院，诺诺出事了。跳起来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往医院跑。诺诺怎么了？唐景松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是狠狠一巴掌。你个八蛋，害我女儿还不够，还要害死我孙女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我靠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捡漏了价值上百万的古董杯子，因为治病，结果老婆一把抓过古董，摔碎在地。你个蛋，害我女儿还不够，还要害死我孙女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唐明海和唐仲威都连忙把他拉住。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闹腾？宋月如沉着脸看向叶枫，叶枫，别说他揍你，连我都想揍你。自己的女儿肾有问题，你就一点也没发现？叶枫愣住，唐仲威眼睛通红，却还是为丈夫做解释。妈，这真不怪他，这种病本来就很难察觉的。什么难查？我就问你，在这之前，你们来医院检查过哪怕1次吗？唐仲威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那抹眼泪。诺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唐景松冷笑着，医生说了，诺诺是急性肾病，在找到替换的肾源之前，每天都要依靠药物和血液透析来防止病情恶化，否则一旦引起其他脏器的衰竭，就没法救了。现在一天要上万块的治疗费，你觉得自己能负担得起吗？叶枫听得愣神，没想到小丫头的病会如此严重。爸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努力赚钱还给你的。我不帮，除非这个兔崽子现在就跟你离婚，否则的话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唐仲威又气又急，爸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离婚呢？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，你心里没数吧？嫁给这样的人，你不觉得丢人？我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，他是我老公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改了。我们微微啊，这是真不是你爸的错，他说的对，离婚对你来说是好事，不是坏事，你别这么固执，听妈一句劝，跟他离了。诺诺的病，我们来想办法。唐仲威没办法和他们对话，只能求助的看向大哥唐明海。唐明海只是侧过脸去，唐仲威看着他们的态度，几近绝望，哭喊着：“你们一定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她是你们的孙女啊！”看着唐家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起他，现在甚至拿诺诺的病来做要挟，叶枫也忍无可忍了。诺诺的病我会自己想办法，不用你们操心。也请你们不要用孩子来威胁我们离婚，这样做，说实话是很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我们上不了台面，你也不撒泡照照自己，你上得了台面吗？叶枫，你是不是打算找葛总帮忙？我没打算让谁帮忙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件事，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这都不重要。行，你有骨气，我就看你怎么解决这件事。走。说完，唐景松就拉着宋月如离开了。唐明海犹豫了下，微微，爸妈都是为你好，你自己也好好考虑一下，别那么拗。唐仲威只是趴在叶枫怀里哭着，见两人都不愿意搭理自己，唐明海只好跟着离开。没事的，有我呢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可是现在怎么办啊？医生说，就算能找到免费的肾源，手术费也得几十万，我们上哪弄这么多钱去？这时候，一名护士走了过来，病人家属去把这2天的医疗费交一下，马上要进行血液透析了。我去交钱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别哭了，不然等诺诺好起来，你再累倒了。唐仲威擦着眼泪，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要不然我们找葛总帮忙吧，就算利息高点也行。叶枫摇摇头，钱好还，人情难还，这是我心里有数，暂时先不找他，我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。
真不行，我再去找他。唐仲威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刚走到分诊台，叶枫忽然想起了记忆里的一件事，立马匆匆离开医院，朝古玩街而去。根据记忆，叶枫来到一家名为紫云轩的店铺，店员立刻走上前来：“先生喜欢古董还是文玩？我们这里都是真正的好东西，货真价实。”叶枫没理他，在柜台前扫视着，很快发现了自己要的东西。这个多少钱？这是唐代的杯子，价值连城，最少20万。叶枫强忍着心头的激动，瞥了他一眼：“你把我当傻子吗？谁不知道古玩街最出名的就是假货？500块，我拿回家喝茶用。”500块显然是不可能买下来的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叶枫以1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对杯子。他激动地带着杯子回到医院，却看到唐仲威正和护士争吵。怎么可能没交够？我老公明明去交了治疗费的，肯定是你们医院打错账了。不可能错账，你看根本没有入账记录，我特意找收费处要的。唐仲威脸色通红地看着护士手里的证据，手指狠狠地握成拳头。怎么回事？唐仲威抬头看向他，咬牙问：“你交了多少钱医药费？”叶枫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医疗费我还没交，拿钱去买了这个，这东西价值不菲，明天我去卖给一个古董大师就能换来。叶枫，唐仲威歇斯底里的怒喊着：“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们唯一能给诺诺治病的钱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是诺诺的命？”你听我说，这杯子真的很值钱，你看上面的花纹，它其实是300年前。不想看什么狗屁杯子，